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新加坡已超越巴黎和伦敦，跻身全球人工智能金融中心前3。作为常驻本地的科技从业者，我常在伟一科技城的咖啡馆听到同行讨论，我们没有庞大的工程师基数，也没有无限的土地建超级数据中心，凭什么能在全球 AI 布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答案不在枯燥的代码和昂贵的显卡里，而在于2个字：信任。走在来佛士坊，无论是跨国企业的战略主管，还是刚毕业的数据分析师，在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里，面对 AI 浪潮，或多或少都有对未来的考量。许多人关注行业变动，更多企业在思考如何将区域总部继续留在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岛国，我们的处境很现实。论技术原创力，我们不及拥有顶尖实验室的美国；论工程师数量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我们不如中国。如果仅仅把 AI 看作一场算力与参数的技术竞赛，新加坡确实难以占据优势。但现实是，本地不仅积极参与，而且布局非常深入。政府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看清了一点， AI 发展的关键阻碍已不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合规与安全。当各地还在为数据隐私、伦理边界和风险管控争论时，新加坡果断选择了一条差异化路线，将监管信任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吸引力，打造一个具备高度确定性的 AI 金融环境。这种信任溢价在本地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参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就是 MAS 近期升级的 AI 监管沙盒机制。在不少地区，金融机构对引入 AI 持谨慎态度，看重其效率，但也顾虑合规风险。例如欧洲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规则严谨，许多金融机构在测试新模型时较为保守，以避免面临高额罚款。但在新加坡， MAS 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当局不仅提出了明确的 FIT 原则，即公平、伦理、问责和透明度，还联合金融业界推出了 Veritas 工具包。这相当于由官方牵头，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的测试环境。跨国银行和本地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在这个沙盒内合规地测试跨境 AI 风控模型和算法交易系统，而无需过度担忧违规风险。底层的算法技术或许可以被复制，但监管的透明度、政策的可预期性，以及公共部门与企业间长期建立的互信，是需要多年沉淀的。此外， AI 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高质量数据，而目前数据跨境流动面临不少国际规范的限制。新加坡的应对方式是通过多边机制，本地积极与欧盟、英国以及东盟主要成员国签署了多项数字经济协定和跨境数据流动协议，在标准上实现互认。这不仅降低了 AI 模型的跨境合规成本，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基础。当其他科技中心专注于大模型参数升级时，新加坡正在搭建让模型安全落地的合规框架。这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和区域总部愿意将核心的 AI 金融业务设在本地，因为在充满变数的全球市场中，这里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确定性。如果政策层面较为抽象，我们可以看看本地商业环境中的实际应用。在新加坡生活，大家日常都会使用 SingPass 这个国家级数字身份系统，不仅是办理政务的应用程序，也是本地 AI 应用的重要数字基础设施。它开放了相关的 API 接口，让企业能够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精确的数据验证。比如 Grab， 大家平时常用它电召车或点餐，而它的金融业务也已深入发展。Grab 通过整合本地基础设施的数据，结合 AI 建立了准确的信用评估模型。在该模型下，那些缺乏传统银行记录的送餐员、私召车司机也能凭借日常接单数据和工作轨迹获得合理的信贷额度，这有效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信贷风险，
推动了金融包容性。再看星展银行 DBS， 作为本地主要银行，他们利用明确的监管环境，在内部实现了 AI 驱动的自动化财富管理。通过分析客户的生命周期数据和消费习惯， AI 能提供定制化的投资建议，并在后台进行实时的反洗钱侦测，这提升了理财服务的普及率，也带动了业务增长。新交所 SGX 同样引入 AI 实时监控跨境交易和异常波动。这种高透明度的监管不仅增强了市场信心，也吸引了寻求稳定性的亚太区金融机构。根据本地智库和星展集团的研究预测， AI 的深度应用预计将推动新加坡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3% 到 0.5%。展望2040年，在 AI、金融等产业的驱动下，本地经济有望实现稳健增长。这种将信任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其独特性。不过，作为本地的科技观察者，我们也需保持客观。新加坡在 AI 领域同样面临先天局限。根据最新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尽管本地整体排名靠前，但在顶尖 AI 算法、人才和基础模型研发专家的储备上，我们与旧金山仍有差距。硅谷的原生创新环境、充裕的早期风险投资，以及庞大的内需市场，难以单靠政策完全复制。同时，中东地区如阿联酋也正投入大量资金购置算力，致力于打造新的 AI 中心。面对区域与国际竞争，新加坡政府的规划十分务实。在最新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2.0 中，当局推出了人工智能先锋计划，并与谷歌云和微软等企业展开核心合作。这一计划的思路非常明确，既然本地在人才数量和算力规模上不具绝对优势，便通过政策支持、算力共享和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推动 AI 在金融、医疗、海事物流等核心产业的深度应用。企业若需算力，政府协助协调；若需应用场景，公共部门可开放测试环境。当局希望通过丰富的落地场景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技术团队来本地设立亚太研发中心。本地的目标未必是培养出下一个创造 ChatGPT 的团队，而是致力于将大语言模型有效整合进社会运转与金融体系中。这种结合自身优势的务实发展路线，是新加坡在激烈竞争中保持吸引力的关键。在 AI 时代的发展，已不仅是单纯的技术比拼，更是涉及制度、监管和信任的综合考量。新加坡正致力于将监管信任打造为继传统金融服务之后的另一项核心优势。在全球科技重镇的竞争中，本地这条基于信任的差异化路线，不仅为科技从业者和跨国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也展现了新加坡在科技浪潮下的应对方式。在技术快速演进的当下，保持对创新的关注，同时坚守对规则的尊重，是我们在面对未来变化时的重要基础。您认为新加坡的 AI 战略能否持续保持吸引力？跨国企业在本地发展 AI 可能还会遇到哪些实际挑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察与经验。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请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铃铛。我们下期继续从本地视角探讨科技与经济的最新动态。